我的好朋友说要来接我，我在等我朋友，想说吃个麦当劳。我看到一个什么烤鸡的那个马芬汉堡啊，是台湾没有的，那我就点了。它那图案看起来很好吃，结果拿到它长这样子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啦？我朋友 Viv， 我们在讲上海的交通。那上海呢，就是分内环、中环跟外环。那上海的车牌为什么这么值钱呢？因为如果是沪 C 的车牌，它就只能在外环，它是不能进到内环的，在一般的限行的时段。那像我们这种沪 A 或者是沪 B、沪 D 这种除了沪 C 以外的，那他们这种车牌就可以，然后拿上海的车牌，它就是我看9万人民币，9万9人民币一张，就等于是，所以你要有这个车牌，就要先付9万9。对，就等于是50万台币一张车牌。那可以用多久？就等于就给你了，所以有些人会买车牌，就买现在已经有的人的车牌。但我们现在这种新能源，就是我们开电车嘛，就是它的价格会再低一点。但是如果是油车的那个车牌，就是一张50万台。沪 A 的是谁都可以买嘛，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嘛。不行，就是首先你要有公司，你缴社保，或者是我们这个车是因为我们家有公司嘛，然后公司你要注册至少我记得好像是2年。1年还是2年以上，你才可以开始一个稳定的公司，对你才可以买。不是说你现在想买车，你去注册一个公司，你就可以买车，不行。因为而且上海的社保很高，社保就等于像我们的健保，但是健保给付只有上海这个地方是58万。你如果去看医生，你不可能花到58万的上限额嘛。对啊，对，所以就多缴的意思。对，因为他刚才直接把车开到一个地下道，然后地下道是没有别人，就我们旁边车全部都不能开，就是只有他开进，所以我才很好奇问他说，为什么他们不要走这边？没有，那是因为他们的车牌有限行啊。帅呢，好燥啊，好燥，超燥的。那不要带我去吃饭，我买到新楼鸡。好，前菜好可爱。你帮我推荐一下，我们想要好的，然后您有一页经典菜，你可以先看一看有没有想吃的。立董在点菜。好久没有喝油白虾吗？这叫什么？油淋小白虾。油淋小白虾。油淋小白虾。哇，好香啊！好粉丝。我们来到静安区了，就是我这次要住的地方。巨鹿路。今天一直下雨。常就在这附近吗？然后我等下出来逛逛，好漂亮。我给你把伞。这可以开进去啊？可以，他说可以。到我的民宿了，我想跟你们开箱这个房间，我觉得我要哭了。是不是很漂亮？因为我以前来过上海大概3次还是4次，每次我都是住在饭店，因为我们都会去静安区逛街，然后每次经过那些房子，我都觉得好有味道，就是老房子很漂亮，就一直很想要感受一下住在静安区的感觉，所以这次我就特别订了这间民宿，它就在那个静安区的巨鹿路上面。这个是一个很老的房子，它整个楼梯啊都是会滴滴拐拐，有点像那种巴黎的那种老房子，就是楼梯走路的时候都会有怪声音，而且也很不稳。但是那个房东把里面重新装修的非常好看，然后他们这里面有厨房，还有一个假的壁炉，觉得壁炉有点好笑，但是蛮可爱的。阅读区看电视，然后我觉得它的浴室也很可爱，它浴室就是上面有一个天窗，然后它这边的那个景很棒，它的窗外就是满满的树，
虽然它外面就是热闹的那个巷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房间是面向里面，就都是树，然后很安静。我今天本来想要去一间毛线店，叫做知觉工作室的快闪店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午餐吃的比较久，加上刚刚去办事情，所以就现在已经5点了，但是他们好像6点就关，所以我想我今天应该是来不及去。但是呢，还有一家叫做回归线的店，回归线就是他们这边的当地的品牌。我有用过一些他们的线，其实品质还蛮好的。然后他们开的这家旗舰店，我也想去逛逛，所以我现在在考虑我要走路去还是搭车，但搭车又很塞车，走路需要1个半小时，有一种。现在来到四川北路，毛线店就开在这个区里面。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华山。这些店都好可爱哦，不过好像就没什么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下雨吧。前面这家大家，它有点像那种衣服店，橱窗超大，好美。我进来里面了，它这个店很大一间哎，而且他们样品展示超多的。不瞒大家说，我刚刚还以为这是服饰店，所以走过头。他们还有这种很酷的展示墙，有一种未来感。这边有一些手染线，他们之前好像都是素色的，应该是这2年才开始做自己的手染线。他们家的线我有用过大概2、3款。然后其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叫做念暖的山羊绒，山羊绒就是 cashmere， 那因为它本身是比较细的，是这种lace weight， 所以我之前的使用方式是我把它跟其他的毛线拉在一起用，那个整件衣服的质感就提升很多。那我这次想说来逛这家店，就是想要再买多一点这款线。这个也是那个100% cashmere 的，然后它是做成这种刷毛感。我觉得中国的织友他们都很厉害，他们很喜欢用很细的线，像这种 lace weight， 然后就是做一件衣服。我是绝对没办法的，我光是 fingering wheel 都快受不了了，他们都是用到 lace。所以我发现中国的品牌他们都出比较多细的线，出的线蛮少的。然后我所谓的细就是差不多是 lace 到 fingering。他们夏天也会出这种汗麻跟那个棉的组合，然后也是好细哦，做起来的感觉。但是这款我觉得很不错哎，非常好摸，很柔软，很舒服。还有这种带亮片的，这个好漂亮，品超多，多到好像在卖衣服。我目测大概有上百件。
哦，所以它是真的有在卖的哎，真的有卖哎，而且不贵耶，太厉害了，而且很可爱。这是上课啊，上课地方好可爱哦。有点乱，我把这边。啊，没关系。啊，我不要拍到那边。是有点像禅意风，我们这边整体的这个格调是这样子。但是禅意风呢，就会有点会有点冷，或者说侘寂的那种感觉。对对。所以在外面，我们其实现在有意的。你刚是从这边过来吗？没有，从另外一个门。这边其实是一个水景，像一个月亮一样。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在买的线，就会觉得这边还对。所以这其实像个月亮一样做的一个水景。很棒哎！可以。很高级耶。然后这边是一片花店墙，是我们的客户、我们的客人寄过来的，他们自己的作品，他们自己做的，都是用我们的线，有钩针和棒针，好可爱。各种材质。店的建筑，它的框架，这个原来的主体都是原来的石库门的房子，然后它在建这个金刀八弄这样的这个现在这种风格之前呢，它是把原来的那个全都拆掉了，只留了框架主体。像你现在看到这些主体的青砖，都是以前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建筑的一部分主体。但是上面的这些顶啊、防水啊和中间这些空间填充的结构，就全都是重新做了。对，这种就相当于。但它保留了老房子的对原来的结构。刚才那一位应该是他们的像是行销或是业务经理那种的，然后店里面还有一位编织老师兼店员，我们3个人就在那边聊天聊了1个小时，觉得中国的编织的习惯跟我们台湾的还是蛮不一样的，像他们这边就比较喜欢用细的线，然后也喜欢看就是日式的那种织图，就是他们所谓的图解，然后好像最近才比较开始流行花花绿绿的手染线，销售的方式跟我们也蛮不一样的，像我们就是比较少会在毛线店里面卖成品，尤其是衣服类，会觉得舍不得吧，但这边的人可能就是人工比较便宜，然后人也多，所以他们有办法请到很多人帮他们做衣服的成品拿出来卖，而且他们还会在小红书之类的地方找那种博主帮他们做直播带毛线。他们也对我们台湾的编织文化蛮有兴趣的，就会问我一些毛线店的事，或是织友们喜欢什么东西啊之类的。那很可惜，因为他们现在不能来台湾旅游，不然我本来想约他们来秘密市集。买到了这次很想要的那个 cashmere 毛线，我本来想要去其他店逛一逛，因为附近的店都蛮可爱，但是因为刚刚在里面不小心聊太久，出来店都关了。像这间是那个什么回收的布料做衣服，这间我蛮想逛的，下一次。静安区的晚上好漂亮，我觉得这里很适合晚上散步。其实现在刚下完雨，然后蛮凉的，大概23度左右。